在魔獸世界這片動不動就跟你聊宿命論和史詩感的土地上，總會冷不丁冒出幾個邏輯清奇的異類。早在諾森德版本時，那位常年在無賴港混跡的人類海盜銀月哈瑞就是其中的典範。這哥們兒身體構造是100%的純種人類，可他的靈魂深處明顯住着一個隨時準備為逐日者王座獻身的辛多雷。他對血精靈的執念已經不是崇拜二字能概括的了，那簡直就是一場精神層面的種族跨越行為藝術。他的日常生活更是把這門藝術發揚光大。他身上穿的是血精靈術士的初始法袍，比如他那位倒霉的同伴奧蘭雅，每次想跟他正常交流，都得先費盡巴拉地戴上血精靈面具，否則哈瑞先生就会瞬間切換成拒絕與非高等生物溝通的傲慢模式。他逢人便說自己受過血骑士的嚴苛訓練，對辛多雷的工藝推崇到恨不得舔地板，甚至連他全家都被他強行科普，堅信自己祖上指不定在永歌森林的哪棵樹下乘過涼。說到底，他就是覺得血精靈女性是這片大地上的審美巔峰，想找個頂配伴侶，這心思咱也不是不能理解。但你這種硬要把自己整容成血精靈的勁頭，確實透着一種讓人不知從何下嘴的荒誕感。時間來到爭霸艾澤拉斯，聯盟找他幹活去赞达拉的納茲米爾修勝利要塞，騙他的人滿臉堆笑，哎呀，去了就能跟血精靈做同事。哈瑞一聽，扛着鏟子就跑，那速度比中了嗜血術還猛。当時他被上司畫的大餅徹底糊住了眼，以為自己終於熬出了頭，就要和夢寐以求的辛多雷同僚們并肩作戰。結果到了地方定睛一看，好嘛，確實有血，也確實有精靈，但合起來卻是血巨魔。那臉色，那獠牙，那畫風，跟他夢裡的小姐姐差了108000里。哈瑞當時那個表情，大概就跟拆盲盒拆出一雙拖鞋一樣。你能想象那一刻他的心情嗎？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通過幾輪面試進了一家叫環球娛樂的高端公司，以為每天能跟超模一起開會，結果報到第一天發現公司主營業務是給環球影視城打掃公廁。那些穿着骨頭裝飾、滿手血跡儀式的血巨魔，跟優雅高貴的血精靈之間唯一的共同點，就是名字裡都帶個血字。哈瑞在那場戰役裡，從頭到尾寫滿了不高興，那種夢想破滅後的落差感，讓他整個人就像被一腳踹出幻想世界的流浪漢。他在納茲米爾的森林裡罵罵咧咧，估計餘生都要在對名字縮寫和招聘陷阱的極度不信任中度過。在午夜版本重建銀月城的劇情裡，這麼一位在血精靈精神文明建設上努力了10幾年的狂熱者，劇情要是不給他個搞笑任務鏈，那簡直就是編劇組的失職。這個最不該缺席的銀月哈瑞被劇情忘了個一乾二淨，那不僅是哈瑞的損失，更是全艾澤拉斯魔幻文學的損失。大家說是不是？